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是要见见他的家人的。他父母双亡，只有个弟弟。等他弟弟过来了，我再通知你过来。海玲，我家里现在乱成一团，我先处理家事，改天有空了再说事。海玲嗯了一声，凤晴就挂了电话。放开我，我要见妈，我要见妈，放开我。醒来的凤若已经衣衫整齐，但她被2个嫂子架拖着下楼去，那还有一个嫂子给她拿了几件衣服跟着走。3个哥哥都不敢说话，他们还在看着父亲。郑华脸色白得像张纸，瘫在地上，还没有力气爬站起来。儿子们帮他整理好了衣衫，可他依旧觉得自己在儿子们的面前一丝不挂的。他现在大脑一片空白，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。看着凤若被3个儿媳妇拖走，郑华目露惧意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的下场不会好的，就他的老婆有多么的心狠手辣，他心里清楚得很。惹毛了老婆，他以及他的郑家都不会有好下场，特别是他会生不如死。老婆可能不会要他的命，但让他生不如死，那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。爸，郑一帆还是心疼凤若的。凤若打小就是他们捧在手心里，呵护着长大的，因为知道凤若是凤家的接班人，他们溺爱着凤若，搞好兄妹之情，就等着凤若上位后，他们能从中捞到更多的好处。谁想到凤若不是他们的亲生妹妹，而是佣人的女儿啊！他们亲生的妹妹在佣人家里长大，佣人对他们的亲妹妹很不好，郑一帆他们都知道该对亲妹妹更好，可是没有一起长大，没有从小培养感情，他们无法对亲妹妹生出感情，自然也不疼爱亲妹妹。他们最疼爱的还是凤若这个妹妹。如今看到凤若被拖出去，郑一帆很想救凤若，却不敢开口。母亲处于盛怒之下，他敢替凤若求情，搞不好连他也会被母亲赶出家门。爸，你和凤若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，看凤若都被他们拖出去了。爸，郑一帆着急地问着父亲，并和弟弟一起将父亲从地上挽扶起来，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。房里充满了酒味，刚才他们进来时，父亲和凤若身上都满是酒味。他们俩喝了多少酒呀？爸，你和凤若是不是喝了很多的酒？郑一帆看到自己拿给父亲的那大半瓶酒喝光了，说着父亲，爸，我给你拿的那大半瓶酒是烈性酒，喝了很容易醉的，你竟然和凤若喝光了。郑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。他没醉，那大半瓶酒虽然是烈性酒，但他和凤若的酒量都是很好的，不过是大半瓶的酒，他们也醉不了啊。就是那大半瓶的酒喝过后，感觉很热，热得他心烦意躁的，忍不住就向凤若倾诉，诉说老七的蛮横霸道。他是70好几了，但他还是有需要了。可是老七已经不尽妻子的义务了，他又不包养，也不离婚，只是出去吃了快餐，就被老七当众暴揍，他都不敢出门去。想必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他出轨被老七暴揍的事了。一帆，扶我去见你妈吧。郑华是心疼凤若，但他也要自保呀。那回过了魂啊，他想起要向妻子认错，解释一下。郑一帆和二弟一起扶起了父亲，父子4人跟着走出了房间。老婆，郑华看到铁青着脸坐在书房里的老七时，立即挣脱了2个儿子的挽扶，快步走到凤家主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。跪下后他也不说什么，就是不停地自抽嘴巴。凤家主冷冷地看着他，郑一帆兄弟3人也不敢替父亲说话，就站在一旁看着父亲毫无尊严地跪在地上，不停地自抽嘴巴。郑华力道很大啊，就一巴掌接着一巴掌，很快他2边脸都红红肿肿的了，就甚至嘴角在流血。凤家主依旧冷冷地看着他，那眼神冰冷到让郑华抬头看一眼都心惊肉跳。他感觉呢，自己这一次啊可能会很惨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凤家主冷冷的道：好了，
郑华还在抽着脸，郑一帆上前去拉扯着父亲的手。说到爸妈叫你停下来了，郑华才敢停手。凤家主看了4个儿女一眼，说到凤晴、一帆，你们都出去，出去后就下楼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们都不要上楼，就也不要让任何人上楼啊。妈，凤晴担忧地看着老母亲。凤家主似是苍老了20岁，他对女儿说道：“妈，什么风浪没有经历过？放心吧，妈不会被打倒的。男人嘛，他想要也能出去包养年轻的、身强力壮的。郑华会出轨年轻漂亮的小美眉，难道他就不会包养年轻力壮的小白脸？和你哥哥们下楼去，有什么事你去处理。妈可能没有心情，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处理了。刚从管城回来，抓到丈夫出轨。凤家主虽然生气，打击没有今晚这么重。今晚的事真的如同一把铁钟，狠狠地捶打在他的头上。他感觉他的世界都破裂了。妈，那些族人我都让他们回去了，海林和乔少等人也离开。不过海林他们半路上出了点事，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。凤家主恩着，这个家族早晚都要交到你的手里。妈老了，没那个精力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看着办就行。出去吧，跟你哥哥们下楼去，今晚的事。沉默了片刻，凤家主才接着说，尽量瞒着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他上楼的时候，有人也跟着上楼。他看到那可恶的场景时，愤怒的都不会思考了，没有留意到跟着上楼的人是谁。他那话也是暗示凤晴，知情者如果不能守口如瓶，就灭口，死人最能保守秘密了。凤家主接管凤氏一族后，在江城行走，趾高气扬的，多少人心里盼着他不好的了。今晚的事要是传出去，他会成为江城人的笑柄，别人也会说他是报应。什么报应？他从来不相信报应。他只相信有权有势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啊。说他思想扭点也行啊，他就是这样认为的。妈，我尽量去做好这件事。凤晴在这个时候没有跟母亲争执啊。怎么做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会听老母亲的。妈，你好好的和爸谈一谈，听听爸的解释，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凤晴温声劝着母亲。那凤家主摆摆手，示意女儿跟着儿子出去。凤晴经过父亲身边的时候，轻声地对父亲说道：“爸，你好好的向妈解释解释，你和我妈是几10年的夫妻了。”郑华点着头，他想说话又不知道说什么。亲生女儿与他有血缘关系，在紧要关头呢，还是会替他说话的。等4个儿女都走出了书房，凤家主亲自走过去检查书房门是否关上了，还再次打开书门往外看了看，确定4个儿女都不会偷听，他才重新关上书房的门，并反锁了书房的门。就她回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，停下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丈夫。老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，我和凤若肯定是被算计的。郑华解释地道。那凤家主低头看着丈夫良久后，回到了椅子上坐下来。她冷冷地问道：“跟我说说，在凤若给你送饭菜上楼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”郑华白着脸回忆起刚才发生过的事。他说道：“我就是心情不好，独自在喝酒，酒是从一帆那里拿的，一帆喝过的还有大半瓶，我跟他要，他就拿给我了。凤若上楼后，我让凤若陪我喝2杯，然后向他倾诉一下心里话。老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不在江城的时候，我不该出轨，本是我的错，我还在心里怨恨着你，都是我的错。”此刻郑华也不敢有所隐瞒，老实的告诉了老妻，他就是向凤若吐槽抱怨老妻的霸道专横。这凤家主心里清楚啊，丈夫心里是对她有怨的。从结婚开始，她就一直压制着丈夫，怕丈夫会出轨，做了对不起她的事。
当然呢，他们之间也有过甜蜜期，否则也不会连生4个孩子。生了凤晴后，她就觉得有了接班人，重心就放在了公司里，放在儿女身上，给丈夫的关注是越来越少。她想着她是一家之主，年纪又大了，不需要再谈感情。没想到丈夫还是会背叛她，可能是从年轻就有这样的心思了吧。好不容易逮着机会了，不就真的出轨了？她出轨别人，她会生气，但不会像现在这般难以接受。凤若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可是她当成亲生女儿养大的，就她无法接受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变成现实。再生气，再愤怒，再希望时间倒流，都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。发生过的事情就发生了呀。就像以前她害死姐姐和妹妹后，她也曾后悔过，可是后悔有什么用？她做都做了，再后悔也没有办法让姐姐和妹妹都活过来。那她呢，只能狠着心一条黑路走到底。然后呢，我和凤若都喝完了那杯酒。喝完了酒后，我觉得越来越热。凤若也是，她热得忍不住脱衣服。我也是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的就那样了。郑华说到这里醒悟过来，赶紧说道：“老婆，是酒有问题，肯定是酒水有问题。我和凤若就是喝了酒才那样的。你今晚在家里设宴，是不是有人在酒水里动了手脚？是那个叫海玲的人吧？他是你姐姐的后代，很多人都说你害死了你姐姐，他是过来报仇的，报复你的，不想让你的日子好过。他知道你最疼爱的人是凤若，而且凤若又不是咱们的亲生女儿，所以设计让我和凤若那样打击你。凤家主知道酒水有问题，他冷笑的到海玲从进来到离开都没有碰过酒水，他怎么可能设计算计你和凤若？郑华，就算你们俩真的是被算计的，也不会是海玲算计的。我知道海玲来江城是冲着凤家来的，我也老了，但我没有老到糊涂。那这件事儿你想推到海玲身上，不会成功的。今晚来的人不仅仅有海玲，还有乔少、战家3少爷，他们都在场，还有族里那么多人都看着呢。不要说海玲了，连族里的人你都找不到一个替死鬼。给你送饭菜的人是凤若，他也给你拿了一瓶酒，酒是没有开盖的，你们喝的酒却是你从一帆那里拿来的。算计你的人是一帆。分析到长子身上，凤家主脸色更加的铁青，郑华也是震惊不已。他没想到长子会算计他，不可能吧？长子是他第一个孩子，他初为人父，对长子是特别疼爱的，加上儿子都随他姓，他对女儿的疼爱，那是想培养好父女感情。等到女儿上位，他和郑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儿子才是他最疼爱的，随他姓郑，是他郑家的种。一帆没有必要这样做啊。凤家主冷冷地道，他算不准会是凤若给你送饭上楼，郑华不会是一帆的，一帆是我亲生儿子，他不会这样对我。老婆，我真的是被算计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再色也不会和凤若的，但你们已经那样了。凤家主冷冷地道，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幕。凤若，我赶出去了，她本来就不是我凤家的人，不是我的女儿，她亲爸做出伤害我母女俩的事。我看在20几年的母女情分上没有迁怒于她，但她却和我的枕边人，我不管你们是怎么发生的，我都无法容忍。她从今之后不再是我凤家的人，我给她的一切我都会要回来，她只是个佣人的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是凤晴。至于你吗，郑华，你心里对我怨，早就想着背叛我，之前也有了出轨的前科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相信你。现在给你2条路，一是跟我离婚离开凤家，二是你自宫吧，只要你成了老太监，我才能对你放心，我们的婚姻可以持续你死我亡，给你留点体面。郑华的脸色呢巨变，
凤家主起身走到了书桌的后面，拉开了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把剪刀，然后将剪刀扔到了郑华的面前。她在书桌前坐下来，冷冷地看着丈夫选择。郑华浑身颤抖，离婚她会死的，这个女人不会放过她。哎，别看她说的那么大度，就她心里恼了，她就不会让她好过。那郑华怎么选择远在管城的人是不知道的。深更半夜的，战印的手机响了，他被铃声吵醒，赶紧拿过手机，都没看来电显示就接听电话，然后人跟着坐起来，轻手轻脚地下床，走出了卧室，才低沉地问着电话那边的人：谁呀？大哥，是我，浩宇，这么晚了还没有睡。听到是老三的电话，战印连忙去虚掩上卧室的门，然后他走出了房间，说话的声音才敢大一点。哇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战浩宇先问着。大哥，我大嫂没有醒吧？没有，她怀孕后就只要睡着了都会睡得很沉的呀。哎，是不是我大姨姐出事了？否则老三不会在深更半夜打电话给她。战印的心悬了起来。大姨姐去了江城才多久？若是出事了，彤彤肯定受不住的。是出了意外，我们也是刚回到酒店。我让海玲姐先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我觉得这件事该跟大哥说一声。就赶紧打电话给大哥了。就算我现在不打电话，明天大哥也能收到消息的。因为海玲带到江城的保镖有3家人的，战印安排的保镖也会告诉他。陆家的保镖则是通知陆东明。还有商家的保镖呢？战印听到弟弟说大姨姐回到酒店了，松口气，人没事就好。什么意外？战印压低声音问着。没有人受伤吧？我们没有人受伤。凤家死了一个保镖，我损了一辆车。海玲在江城使用的车辆是战浩宇的，大哥赔给你一辆车吧。战印立即说道。他拜托堂弟帮他罩着大姨姐，堂弟损失了一辆车，他肯定要补偿的。大哥不用了，我又不缺车子使用，给海玲姐买辆新车了。战浩宇在江城买的房子装修进入了尾声，还没有入住他在这边使用的车辆，都是停放在酒店的停车场上。除了他日常使用的迈巴赫，他还有几辆几十万一辆的车子，安排给海玲使用了。被撞毁的那辆车就是几十万元一辆的，对他来说如同被拔了一根毛，不需要大哥赔偿。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吧。车子的事可以放到一边。战印想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大姨姐不可能一过去就跟凤家火拼吧？她只是去江城打江山的。战浩宇将今晚的事都告诉了大哥。说完后，他说道：海玲姐防备心重，离开凤家都不敢坐她的车子，她选择了坐乔涵的车。凤家可能会在海玲姐的车上动手脚，但不会动乔涵的车。海玲姐的保镖团也是上了乔涵的保镖车，他们个个都借口说喝了酒，不能开车。凤家的管家大概是不知情的。海玲姐向他提出请求，他都满足了海玲姐。那车祸看着像意外，但我们都不相信那是意外。后面那2辆保镖车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，那辆货车车速快，超越了2辆保镖车后，就直接追赶海玲姐去凤家时坐的那辆车。旁边的车道没有车辆行驶，正常来说货车可以变道超车，而不是直接追上去追尾的。货车车速快，追尾的力道太猛了。海玲姐之前坐的那辆车被撞到对面的车道去，翻了车，4轮朝天呢。然后很快车子就起火，我们想救人救火都救不了。那凤家被烧死的那名保镖死的是真惨。凤家今晚也发生了一件超级大丑闻，这个大丑闻估计不是凤家主安排的，是突发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操纵的。反正精彩至极，凤家的天是真的变了。海玲姐选择在这个时候过来，
时机挺好的。战浩宇将郑华和凤若的事告诉了战印。大哥，你不知道那场面呀，所有人都傻了，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，我都揉了几回眼睛，看清楚确实是郑华和凤若，不是我看花眼，他们俩比年轻人还要激烈，怪不得郑华趁着凤家主在管城之机就出轨了。总之吧，凤家乱了。战印低沉地叮嘱着弟弟，凤家大乱，你们也要小心点。那个老女人连带大她的亲姐姐都能害死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我也会保护好海玲姐的。乔涵，我很想保护，可惜她不需要我。在江城，她比我强多了。战浩宇的话说的失落，脸上的表情却是带着骄傲的，为他家乔涵骄傲呗。有什么事随时告诉大哥。很晚了，你去休息吧，都3更半夜了。战浩宇嗯了一声，跟大哥说了句晚安，便挂了电话。战印静默了几分钟，才转身回到房里。他轻手轻脚地回到床边，悄悄地坐下，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，正准备躺下，海童就睁开眼睛看着他了。战印动作一顿，老婆，我吵到你了。海童要坐起来，战印连忙伸手挽扶他，问他是不是渴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温开水。我先上洗手间。战印扶着他跟着下床，看着他进了洗手间，他才去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，然后在床沿边上坐着等他出来。等海童出来，就他放下那杯水，起身上前要扶海童。海童说我还没有大腹便便，不用你扶着，你别紧张兮兮的，现在才到什么时候你就紧张成这般，等到我生了，你岂不是紧张的像小飞那样，自己开着车跑去医院，孕妇没上车都不知道。战印轻咳一声说道，我在紧张兮兮，也不可能犯伤小飞那样的错误的，我第一时间就是抱着你上车，把我落下了都不会落下你。海童笑，你落下了，谁给我开车？我自己开着车去医院生孩子，阵痛开始后会越来越痛的，我可能无法自己开着车去医院呢。明年我生娃的时候，你别开车，我不放心让家里的司机开车。从她怀孕开始，她就容易紧张兮兮，到她生的时候，她是不敢让她开车的，怕她紧张时出差错。好，战印也担心她生娃时自己过于紧张害怕会出错。老婆，喝水呀。战印跟着她回到床前，端起了那杯温开水递给她，她只喝了2口就不要了呀，润一润喉咙就行了，不想喝太多，就免得老是要起来上洗手间。刚才呢，谁打电话给你？战印淡定地撒着谎，苏南睡不着，半夜3更打电话来骚扰我，被我骂了一顿。他就是报复我，以前他经常被我半夜3更打断他的美梦。海童看着他，老公，你接电话的时候，我知道的，只是太困不想起来。虽然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，肯定不是苏南打来的呀，你会骗我，无非是怕我担心。那通电话是浩宇打过来的吧？能让他担心的就是姐姐了。战印拥着他，别人都说一孕傻3年，我这老婆依旧聪明绝顶。浩宇说什么了？是不是我姐出什么事了？姐没事，是凤家出事了。你姐晚上去凤家吃饭，结果凤家闹了个大丑闻，你姐他们就赶紧离开了凤家，现在已经在酒店休息的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浩宇和乔涵在那边，姐不会有事的。我和东明还有你大姨都安排了人跟着姐，放心吧，姐现在过去主要是想拉拢凤氏家族的族人，以及在江城打造商业帝国的，就是时间需要长一点而已。给海玲投资的自然是战家和陆家还有商家，其实海玲就是一个出面做事的人，真正的老板是管城3大家族，这主要是商太太力捧外甥女与凤琴争夺凤家之主一位。凤家出什么事了？海童问道，
我姐真的没事。她姐是带着保镖团，但她姐不会拳脚功夫呀。姐姐在最适合练武的年纪，家里的条件还是一般般，父母没有条件给姐姐报名学点拳脚功夫防身。等到家里条件好一点了，姐姐都10几岁了，错过了最佳学武的年纪，就是她开始学功夫的年纪都偏晚的了。她学到的那点拳脚功夫，对付一些小混混还是可以的，对付真正的高手，她在别人手底下走不出3招。不过不管她拳脚功夫怎么样，至少会几招3脚猫功夫，她都能自信一点，遇到危险了努力拼一拼，还能反败为胜。她就觉得论打架自己比姐姐要强。哇，没事，有事的话我能瞒着你吗？那是你的亲姐姐，她若是有什么事，我瞒着你，你以后知道真相岂不是跟我急？战印拥着他，老婆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姐真的没事，放心睡吧。我现在不敢瞒你什么事的了，怕你跟我闹。当初隐瞒身份和他闪婚，后来他知道真相闹得多厉害，战印现在想起来都还心有余悸，怕死他会离开他，那种害怕就经历过1次就可以了，他可不想经历第2次。凤家出什么事了啊？海童问着，又说道：我都睡醒了，暂时睡不着，你跟我说说吗？战印凑近前来，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，接着又在他的唇上戳了戳，低笑着：我怕会污了你的耳朵，真不是什么好事情哦。相对我们来说算是好事情吧，那凤家的坏事就是我们的好事。看他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，战印贴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，海童听得眼睛都瞪大了，他看着战印不是很相信的样子。战印点头说道：浩宇是这样说的。浩宇还看到了那场景，他说他都惊掉了眼珠子，在地上摸了很久才捡回他掉落的眼珠子。海童扑哧地笑了：你这形容浩宇不在而已，他在的话不找你算账才怪呢。我那个姨婆的丈夫姓郑是吧？那凤若是他们的养女，真相未出之时，是当成亲生女儿养着的，说有多疼爱就有多疼爱，父女感情深厚，他们俩不可能那样做。谁在背后操纵了这一切啊？不是说身为家主的身边都会有一位助理，那位助理特别厉害的吗？战役说道：他们俩被算计了，这个不用怀疑，在背后策划这一切的人，除了凤家的人就不会是外人，还是恨着凤若也怨着郑先生的，想置他们于死地，哪怕不死也希望他们脱一层皮的。这个人还需要了解凤家主的性格，知道凤家主接受不了这个结果，不管郑先生和凤若是否无辜，凤家主都接受不了，都会出手处置2个人。哎，海童想到了凤晴，会是凤晴吗？你觉得会是他吗？想了想后，海童摇头，他应该不会。他身上是流着我姨婆很辣的血，但他不在凤家长大，他的成长环境算是恶劣，练就他的不很站不稳呀。但他还有良知的人，怕是做不出那种下三滥的事情。不过我想他应该是知情人。来过管城的那位方先生是凤晴的人，苏南去调查过方先生，知道方先生是凤家主给亲生女儿安排的助理，说明方先生也很厉害。在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，凤晴若是没有提前知道，他这个凤家接班人就有点失职了。战印笑了笑，夸赞着我老婆真是太聪明了，会是谁做的这件事？做的真的太绝，太毒了，就影响了凤家内部的局势，一招就将姓郑和凤若都打下去，还能让凤家主心头大乱。我是没有去过江城，听我姐说过那个冒牌千金对真千金凤晴有多嚣张的。在凤家大宅里，那个冒牌千金也联合凤家其他人针对着凤晴。嚣张的人容易得罪人，遭小人记恨。前段时间不是说凤家的3位少爷都出轨吗？我想这件事的策划者
极有可能是凤家3位少奶奶之中的一人，甚至有可能是3人联手。战印再次赞赏地亲了亲他，温声哄着老婆，咱们没有过去，也不管这事，不用分析下去，睡吧。明天咱们都要上班了，你调的闹钟是清晨6点半的呢，那再不睡，闹钟响了都无法把你叫醒。明早咱们还得送洋洋去上幼儿园，洋洋请了1天假呀，让他和龙婷玩个够，2个小家伙玩疯了。战印笑，小孩子贪玩是天性，平时洋洋都没有什么玩伴，总是他自己一个人，哪怕我们大人陪着他，他也会寂寞的。小孩子还是喜欢和小孩子玩的。他摸了摸海童的肚子，咱们这个小家伙还要明年才能出来见面，等他长到洋洋这么大的时候，洋洋都不喜欢跟小屁孩玩了，洋洋会疼弟妹的，他像我姐会有大哥大姐风范。那是，睡吧，要是还不想睡，帮我做点事的。海童，我睡着了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嘴上说他睡着了。战印低低的笑，睡着了还在说话呀？我说梦话。战印笑着在他的唇上轻咬一下，然后拥着他与他一起重新梦周公去。一夜安稳。隔天清晨，江城凤家，习惯早起的凤晴换上了一身运动服，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。出了房间呢，他刻意放轻了脚步，免得吵到其他人休息哈。昨晚的事折腾了很晚，在他亲爸被送到医院后，大宅里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凤晴就不知道他爸是什么情况。昨晚母亲让他和3个哥哥下楼后，不久就听到楼上传来了父亲的一声惨叫，之后救护车到来，上楼抬着他爸走了。跟着去医院的只有母亲和他的保镖团，就其他人不被允许去医院，也不允许他们打听父亲惨叫的原因。凤晴只要知道父亲还活着就行。母亲看在他兄妹4人的份上，估计不会要父亲的命的。还没有走到楼梯口，就听到了其他房间的开门声，接着听到脚步声。凤晴望过去，是自己的大嫂阿晴。早，这凤大少奶奶看到小姑子，笑着问好。凤晴美眸闪烁，神情和以往不变，应着大嫂也这么早啊？醒来了就睡不着，睡不着还不如起来走走呢。说到这里，凤大少奶奶压低声音说道：我想出去看看凤若的惨况，昨晚她在门口哭喊了一夜，下半夜才没有声音的，不知道冻死了没有。江城的气温比管城的低多了，管城现在都带点冷意，早晚需要披件薄外套。现在江城夜晚的气温，特别是下半夜，能冷得人打颤，温度如同管城冬天的一般。凤晴说了句：妈让嫂子们将她的衣服都扔出去，倒是冷不死她，不过被赶出了凤家大宅，除了衣服什么都带不走。对于打小被凤家捧在手心里，过着天之娇女生活的凤若来说，昨晚呀是真惨，惨死了。凤大少奶奶想想说道，也是冷不死她，不过她哭喊了一夜，嗓子估计都哭哑了，我就是想出去看看她的惨状。说到这里，她声音又压低了点儿，趁妈不在家里，我们才能在凤若面前出口气。从今天开始不能再叫她凤若了，妈说了，她不是我们凤家的人，以后不能姓凤了。凤晴说道，大嫂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，叫上2嫂和3嫂一起看才有意思。若是被妈回来看个正着，你们3个人法不责众，妈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。虽说妈一气之下将她赶出去了，也说了不会再让她姓凤，但凤若不配合着改姓，妈能怎么样呀？那她肯定不会改姓的。她对她亲生父母嫌弃得很，她亲妈来找她，她都是打发乞丐似的打发掉。上次养母过来找凤若，凤若怎么对亲妈的，凤晴知道。养母对她那么恶劣，
活该被亲生女儿嫌弃啊！我怕妈气消了之后，凤若哭上一哭，卖卖惨，妈又会心软。凤大少奶奶震惊的道：都这样了，妈还能让她回来？我是说万一。想到婆婆对凤若的溺爱，凤大少奶奶点点头，是有点可能性。我给你二嫂和三嫂发信息，问问他们要不要看凤若的惨状。昨晚他们都不敢出去看。凤若被3个嫂子拖出去，扔在大宅的门口后，3位少奶奶啊就回屋里了，不敢多待片刻。婆婆的怒火都要将整个凤家烧掉，他们老是低调点好。大嫂，我出去跑跑步。这么冷的天，你还起这么早出去跑步？大嫂佩服你的毅力，能坚持下来。那大嫂就起不来跑步，看大嫂的肚子越来越大了。凤大少奶奶摸了摸自己肚子长的一点肥肉，大嫂的身材算是保持得很好的了。多少女人到了中年便开始发福，横着生长就一发不可收拾。那大嫂只要稍微控制一下饮食，就能瘦下来。凤大少奶奶嗯着，我要开始控制，不能暴饮暴食，晚上出去跳跳舞。凤晴先下楼了，那凤大少奶奶呢，则是给2个妯娌发信息。很快，2少奶奶和3少奶奶都从房里出来了。原来他们也和大嫂一样，昨晚一夜没有睡好，昨晚估计就没有几个人能睡好的。凤晴下楼后看到管家恭敬地问好：大小姐，今天气温较低，你还要出去跑步吗？就去健身房健身也是一样的，健身房在室内没那么冷，我穿的是冬天的运动服，跑起来就不会冷的了。以前下雪了，大清早的，他们也要我早早出去做事，还穿得薄，冷习惯了。现在还没有下雪呢。管家一副心疼的样子，说道：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他们以前那样对大小姐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看家主对2小姐多好呀，现在不能叫2小姐了，我们叫习惯了，一时改不了口。管家是看到凤若被家主赶出去了，知道凤若犯下大错，对凤晴的态度才多了几分的恭敬。亲生的毕竟是亲生的，大小姐哪怕是乡下长大的，哪怕和家主没有太多的感情，但是亲生的骨肉血亲，这是2小姐比不了的。管家算是认清了事实，不管家主以前有多宠爱着凤若，只要凤若不是亲生的，最终坐上高位的人都是大小姐。就她以后要对大小姐恭恭敬敬的，等大小姐接管凤氏之后，她能够平稳的退休，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至于想留在凤家继续当管家，不敢想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得不到大小姐的信任，不可能留在凤家继续当管家的。